俄罗斯急眼了，先是拉夫罗夫一通电话打到华盛顿，对着卢比奥撂狠话，说要对基辅的决策中心搞系统性打击，还催着美国人赶紧从乌克兰撤人。结果美国一动不动，欧盟也说要一直留在乌克兰。这还没完，星链被切断之后，俄军在前线吃了大亏。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出面威胁马斯克，如果不切断乌克兰的星链，就朝星链卫星扔核弹。俄罗斯想做什么？一连串威胁是真的要拼命翻盘，还是虚张声势？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之后，拉夫罗夫奉普京之命亲自拨通了卢比奥的电话。这通电话的主题只有一个：俄军即将对基辅发起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目标直指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和指挥所，所以请美国尽快撤离外交人员及公民。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了正式声明，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俄罗斯的意思很明显，赶紧走，我要炸了。其实早在5月初，俄罗斯就曾经威胁说，如果乌克兰扰乱红场阅兵，就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提前敦促外交人员撤离。然而2次威胁没有的反应都一样，你打归你打，我们不会撤。这次反应最精彩的还是欧洲，各国发言人轮流出来打脸。法国说，这种威胁我们都习惯了，所以说什么撤离绝无可能。波兰外交部不仅明确表示华沙没有任何撤离外交官的计划，而且放话只要俄罗斯对大使馆发动了袭击，就会被波兰视为敌对行为。最绝的还是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琳娜·马瑟诺娃，她写了一段话专戳俄罗斯肺管子，大意就是说，俄罗斯这种声明纯粹就是虚伪的表现，想要的就是他们的恐惧，从而导致乌克兰的孤立。但是欧盟不会让俄罗斯得逞，所以欧盟绝对不会撤离，会一直留在基辅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俄罗斯这一番操作下来，非但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还引起了各国反弹。将近50个国家在联合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针对外交人员的威胁。估计俄罗斯方面也蒙圈，怎么就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应？当然不怪各国如此反应，拉夫罗夫的话看着平淡，但是仔细一读，谁都能看出他们的意图。什么叫决策中心？什么叫指挥所？这不是明摆着冲乌克兰领导层来的吗？这种话扔出来，谁看了不迷糊？难道俄罗斯要对泽连斯基这群人动手了吗？俄罗斯这一次威胁打的是报复乌克兰的旗号，说是乌克兰袭击了卢甘斯克州占领区的一所学院，但是这个报复理由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如此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不可能在1-2天之内就完成准备，大概需要数周时间才能组织实施。这说明俄罗斯早就计划好了这场袭击，只不过拿学院当遮羞布。既然不是报复，那么俄罗斯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在火力军看来，其实就是虚张声势。科工在试图遮掩自己一连串的失败，因为在这个5月份，普京有3个坎实在迈不过去。首先是胜利日阅兵的羞辱，为了保证阅兵仪式的顺利进行，俄罗斯又是威胁又是抽调防空系统，实际上就是被迫向乌克兰服软，请求乌克兰手下留情，别在胜利日炸他们。对一个打了4年多的仗还自称军事强国的国家来说，这种事实在太丢人了。然后就是战场上的烂摊子，2026年春夏攻势喊得声势浩大，但是打到现在完全没有实质性的作战进展，反而是乌军的反攻让俄军吃尽了苦头。最后是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压力已经逐渐按不住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积压。说白了，俄罗斯在战场上拿不到东西，现在想靠嘴皮子和威胁来补。其实如果真的能够继续喊下去，也有可能取得他们想要的效果。结果科工这群人把这场戏彻底演砸了。拉夫罗夫刚刚放完狠话还不到24小时，国家杜马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尔塔波洛夫在接受采访时就赶紧跳出来找补。他说乌克兰的议会和总统办公室不算什么决策中心，理由是议会不管军队，也不决定什么时候往哪里打。至于总统办公室，泽连斯基都不在这里办公，没必要去炸一个空荡荡的办公室。短短几句话把拉夫罗夫好不容易搭起来的台子给拆了。拉夫罗夫故意说的那么模糊，就是为了让外界去猜，自己脑补他们会打什么，然后引起恐慌。因为俄方越是喊决策中心，外界越会本能地联想到总统办公室这些中枢，那就更容易让人惊慌害怕，从而按照俄罗斯的剧本去演。结果卡尔塔波洛夫搞了这一出，直接消解了拉夫罗夫刻意营造的神秘感，也向外界证明俄罗斯根本不敢把话说死，威慑效果被自己人削了1多半。正因为俄罗斯自相矛盾的操作，所以才让很多人都倾向俄罗斯就是在吓唬人。你要真有十足把握，还会花时间在这里喊话，那我们何必要避你锋芒？但俄罗斯最讨厌的地方就在这里，兵不厌诈，他也很有可能就是故意的。
故意营造一种威慑的假象，然后反手来即偷袭。因为卡尔塔波洛夫拿出来的理由有点太过草率了，就像随意找的借口一样。其实他的话也埋了坑，目的是将人的目光从地标建筑转移到人本身。什么叫决策中心？有人才能决策，真正的决策中心当然是总统这一帮人。如果总统不在总统办公室，那跑过去炸个办公室也只有象征意义，起不到什么实际效果。所以肯定要盯着泽连斯基，要炸当然是炸泽连斯基常待的地方。卡尔塔波洛夫在采访中还透露了另一个消息，说是泽连斯基还有其他乌军领导人都经常待在地下掩体中，所以这些掩体才应该是他们的目标。无论他说的话是真是假，起码证明一件事，他们一直在追踪泽连斯基等人的行踪。毕竟如果真的要动手，就需要实时的精准情报。但是找到泽连斯基这件事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比登天还难。其实在开战初期，俄罗斯就试图派特工潜入基辅刺杀泽连斯基，特工还在总统办公室附近租了公寓，结果被乌克兰安全局连过端了。截至如今，泽连斯基已躲过超10次暗杀行动。乌克兰安全部门在这方面的警惕程度已经拉到了最高级别。俄罗斯在乌的人力情报网络早已千疮百孔。就在几天前，乌克兰安全局才刚刚逮捕了一名潜伏12年的俄罗斯 FSB 间谍。此人奉命潜入基辅，搜集乌克兰高层官员的住址和出行路线，还有乌军的部署信息，结果被乌克兰轻松逮捕。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获得泽连斯基的准确位置，那属实有点为难俄罗斯了。就算俄罗斯撞运气，真的拿到了掩体的具体坐标，那问题又来了，他们能打进去吗？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在前段时间刚刚截获了俄罗斯的一份打击计划，目标就是这些掩体。乌方直接将其中信息公开了，里面具体提到的就是基辅的地下掩体设计。按照俄罗斯的情报看，基辅市中心包括政府区下方有多个加固地下设施，深度达到了惊人的95.5米。乌克兰敢将这个信息公开，说明他们相信俄罗斯达不到这个深度。其实确实是这样的，目前已知的最强大的穿甲弹是 GBU 57，然而即便是它，在理想条件下应该也只能穿透60-70米的土壤，而且还只能由 B2 进行投放。俄罗斯的装备可远远达不到这个级别。俄罗斯现役威力最大的穿透弹是 KB-15L PR， 理想条件下大概能穿透10到20米的土壤。但问题是，俄罗斯战斗机能飞进基辅防空圈吗？乌克兰的防空网密密麻麻铺在城市上空，任何敢于接近的俄罗斯战机都无异于送死，所以空投炸弹这条路根本走不通，那就只能靠弹道导弹了。俄军现役的伊斯坎德尔和匕首导弹配有混凝土穿透战斗部，但这些战斗部的穿透能力大概只有3到5米的土壤，3到5米对上将近100米，这个差距有多大，一目了然。那俄罗斯吹得震天响的帧数呢？此前俄罗斯吹嘘说帧数配备特殊的无动能弹头，能够穿透埋藏目标，打击任何地堡都不在话下。然而国防快报援引消息来源称，经过对导弹落点的实地调查，帧数在白采尔科维砸出来的弹坑直径大约只有3米，深度约2米，他们估计撞击能量差不多是220到400兆焦耳，相当于52到95公斤 TNT 爆炸。这种穿透力平常拿出来吓吓人就算了，真到了实际战场，这种穿透能力能顶什么用？而且这类打击的成本极高，用价值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弹药去赌一个渺茫的机会。俄罗斯目前经济濒临崩溃，军费日益吃紧，花钱赌这种机会是一笔极其不划算的买卖。所以俄罗斯还有一招无人机，使用成本相对较低的自杀无人机对疑似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式打击。此前俄罗斯用过这招，在4月份的时候，他们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防部一名顾问的住宅。这种打击方式更像广撒网，靠的是概率而非精度。对于行踪不定的最高领导人来说，威胁相当有限。所以别看俄罗斯嘴上喊得响，真的要打所谓的决策中心，那得等一个奇迹。不过克宫不管这些，他们一贯只负责吹，毕竟吹牛不需要成本。这2天他们还异想天开，有了个新招，我们干脆用核弹炸了马斯克的星链。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公开威胁马斯克说，如果 SpaceX 继续让乌克兰使用星链，俄罗斯可能会使用不会留下痕迹的武器。虽然他没有具体说是哪种武器，但这话全世界都听得懂，不就是核弹吗？沃洛金这次的核威胁其实算不上什么新创意，早在他之前，克宫的头号宣传打手就已经把这出戏演过了。SpaceX 刚刚切断俄军星链的时候，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王牌主持人索洛维约夫在自己的黄金时段节目里公开喊话，让俄罗斯在太空引爆核武器，把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一锅端掉。这话狂得没边了，坐在他对面的军事专家布任斯基被吓得当场反驳，警告说太空核爆炸不是选择性的，炸掉美国卫星的同时，也会把俄罗斯自己的卫星一起报销。索洛维约夫的反应超出很多人想象，
他承认了这一点，然后来了一句能把全俄罗斯航天人噎死的话：但我们本来就远远落后，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干脆改用信鸽吧。之所以会有这种馊主意，是因为俄罗斯自己也很清楚星链对他们的重要性。星链被切断之后，俄军前线一度陷入灾难性的通信瘫痪状态，俄方的无人机攻击数量锐减，甚至出现了友军误击的乌龙。乌克兰军队抓住这个窗口，发动大规模反攻，一举就收复了400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口气莫斯科哪里能咽下去，这才把目标瞄准了星链。然而星链不是他们说炸就能炸的，因为星链是一整套巨型星座系统。SpaceX 已经发射了超1万颗卫星，超过9000颗卫星投入运营，大量卫星还处于低轨道动态联网状态。今天你炸掉几十颗，明天 SpaceX 又能补上几十颗。它还是典型的分布式网络，不会出现打一颗弹一片的情况。所以俄罗斯想靠传统反卫星导弹一颗一颗去点名，那纯属累死自己。那么俄罗斯能用的手段只剩下核弹这一个了，也就是在太空高空引爆核装置，利用电磁脉冲和辐射瘫痪大范围低轨卫星。问题是，一旦用了这一招，后果就不是俄罗斯能承担的，因为太空核爆可不分敌我，主打一个全部摧毁。如果俄罗斯在低轨道实施核爆，受影响的绝不会只是星链，大量商业卫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甚至包括俄罗斯自己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都有可能一起报销。而且俄罗斯的太空资产绝大部分都在近地轨道，一场太空核爆下来，星链会不会瞎不好说，但俄罗斯自己一定会眼瞎耳聋。更重要的是，低轨道核爆产生的大规模碎片会触发连锁碰撞，也就是所谓的凯斯勒综合症。碎片撞卫星，产生更多碎片，更多碎片再撞更多卫星，如此循环下去，整个低地球轨道就会变成一片无法穿越的垃圾带。这需要近10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甚至有可能永远无法恢复。这也是为什么连俄罗斯自家的军事专家都能被索洛维耶夫的那番话吓到，因为俄罗斯现在的航天体系根本经不起这番折腾。美国现在拥有全球最强的商业航天工业 ，SpaceX 一年发射能力已经接近其他国家总和。卫星炸了，人家还能快速补网。再看俄罗斯这边，却连稳定发射都越来越困难。为了维持战争，俄罗斯航天局的预算再次缩水，大量民用航天项目被暂停，不少卫星甚至因为缺芯片和制裁，长期无法交付。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真敢玩同归于尽式太空核爆，最后先崩掉的大概是自己。难道俄罗斯还真的想要像索洛维耶夫说的那样，回到用信鸽的时代？而且如果真的要炸星链，那就不是单纯的乌克兰战争了，因为星链服务的又不只是乌克兰，欧洲大量军队通信、北约演习系统，甚至部分美国海外基地都接入了星链。换句话说，俄罗斯炸星链等于直接攻击美国和北约的核心太空基础设施。根据北约近年来更新的安全文件，针对成员国关键太空资产的大规模攻击，完全有可能触发集体防御机制。到那个时候，美国和欧洲还会像现在这样只给乌克兰送武器吗？恐怕就不是这个级别了。其他国家也会对俄罗斯提高警惕，因为这意味着全球商业航天安全规则被打破。今天你敢炸星链，明天别人不配合你，你是不是也能炸别国卫星？那全球各领域都得跟着遭殃。到那个时候，俄罗斯算是彻底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了。所以沃洛金这一番话听一听就算了，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另一点。俄罗斯自诩军事强国，却不得不用核弹来威胁一家民营企业，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证明俄罗斯已经彻底输掉了与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常规战争，所以才不得不动用这种手段。按照火力军的想法来看，克工有功夫在这里上蹿下跳打嘴炮，不如专注战事。乌克兰的无人机这一次可是飞到了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最西边的一块飞地，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中间，距离乌克兰边境差不多只有600公里。俄军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并且密集部署着伊斯坎德尔导弹、S-400防空系统和大量电子战设备，是莫斯科在波罗的海方向最重要的军事前哨，借此向波罗的海国家施压。早在4月的时候，俄罗斯就开始恐慌了，害怕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到这里，所以他们紧急动工，在加里宁格勒的基卡洛夫斯克海军航空基地修建4座新的加固机库。这些拱形结构的机库目的只有一个，保护该基地的苏 30SM 多用途战斗机、苏 20M 前线轰炸机及其他机型。毕竟一旦乌克兰想打加里宁格勒，这些露天停放的战机就是最好的靶子。然而这些机库由波纹金属板搭建，材料相对较薄，根本无法进行有效防御，所以只能算作一种心理安慰。等到乌克兰的无人机真的飞过来，他们能做的只有等死。就在5月25日夜间，加里宁格勒突然发布无人机危险警报，当地赫拉布罗沃机场暂停全部航班起降，紧急启动地毯计划，要求所有非军用飞机立即降落或者飞离该区域，整个地区进入警戒状态。
这是开战以来加里宁格勒第一次因为无人机威胁关闭机场。这个时间点也很巧，立陶宛刚刚披露俄罗斯正从加里宁格勒方向大范围伪造 GPS 信号，干扰乌克兰无人机的飞行路径，迫使他们偏离航线，飞到波罗的海国家领空。现在好了，无人机干脆飞到了干扰源头。以前乌克兰没想打这块地方，现在俄罗斯自己蹦出来，那么未来的加里宁格勒应该就是乌克兰的新目标。为了保住这个军事宝地，别说防空，俄罗斯对该地区的空域管控大概要拉到新的高度了。乌克兰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俄罗斯没有什么真正安全的后方。克宫面临这种情况，也就只能靠嘴炮来维持体面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有能力打击基辅的地下掩体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